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快速的过一下 AMD 的财报。AMD 这个财报出来了，那盘后呢是一个增长，那为什么增长呢？给大家这里稍微分享一下。它一会儿呢会马上，还有我在录制的时候，大约还有半小时，就要做这个电话会议。但我觉得电话会议跟上次，比如说我们微软比，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微软那个没有给出这个指引，而它这个是在研报里边，往往 AMD 就直接给出指引。所以它反而股价的变化呢不会是那么的大。但是结合当下市场的这个环境，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当下市场环境，我认为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风险是挺大的。所以在盘后呢，它是上涨了，我就没有在这个地方追高 AMD。但是在 AMD 中，我也给大家分享啊，跟上次微软一样，我们在分享研报的时候是根据公司基本面进行一个分析，哪里有问题，哪里呢有这个亮点，我给大家一一来进行一个说明。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趋势。我们看到 AMD 按照 quarter 来说，这个季度的话，它的预期的营收是 5.51 billion 啊，那么数字可能有点小，给大家放大一点。它预期营收是 5.51 billion， 然后呢，它这个报出来是这个5.6啊，然后呢，这个营收这个是也比这个 earning per share 这个 EPS 也比这个预期多，是 0.68。那么整体上来说，它的整个增长和它的这个业务，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MD 的话，这个位置上它的走势是很强啊，走势很强。那么我们从 AMD 的这个研报中啊，为什么说英特尔那个研报就是它的财报，英特尔这个简直特别差。大家可以看到，英特尔从2022年 Q1 18个 billion， 现在已经降到只有11个 billion 了。那么 AMD 为什么AMD 为什么这是你看2021年的22年的这个 5.8 到现在到 Q4 是 5.52， 现在收的是 5.6， 也就是说我们 Q1 之间它英特尔将近少了一半，而 AMD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们就要去具体看看 AMD 在哪些方面是做的不错，它在哪方面是成功的而在哪方面它有没有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首先呢，如果大家比较不喜欢看图的话，其实呢 AMD 有一个好处，它每次都要 release 一个就是 presentation，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一会儿去看这个 presentation。 那我们大概说一下，那么22年全年营收 23.6 billion， 那么这个季度的一个营收这个季度的营收是相当不错的，是 5.6 billion。 大家还记得吗？英特尔你去对比一下，只有14。其实呢，大家可以想象到 AMD 的成长，有的时候说，这个 PC 业务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说我们 CPU 的这个市场，其实它只占了这个市场连20%都不到，所以它很多的增长就是我们整体上都下降的同时，其实 AMD 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吃英特尔的就是英特尔吃饱跌倒，然后呢 AMD 就吃饱，就是只要吃掉英特尔的那一部分的那个市场份额，其实就可以了。那么我先说一下我认为的一个亮点，或者我认为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那么就是它在这个数据中心业务上维持了极高速的成长。大家还记得吗？上个季度的那个 ER 我就跟大家就分享了，因为 AMD 是我最喜欢的股票之一，所以我跟的特别紧。就是上个季度的话，它这个数据中心业务成为它主营业务那么这个主营业务就比它大多，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 AMD 的一个变化，它把它的就是个人 PC 的这个业务开始进行大幅的这个降低从上个季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降低是非常多的。我们个人业务除了去库存、半导体去库存，还有半导体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走到下降，这个库存周期向下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可以看到，其实50%的下降对于半导体行业来说，这其实是在预期之内的。其实我们预期就是有50%左右的一个下降，但是它的数据中心业务仍然在维持40%以上的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么 AMD 就可以给出非常亮的一个答复和一个交卷。那英特尔的相对而言，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业务在这个 year over year 竟然是降了40%多，同时给出下一年的指引竟然是亏钱的。所以当时我说实话，我都不太想去看英特尔那个财报了。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这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能做到这么差？所以说这一点也凸显了在这个半导体市场周期的逆风期中，
那么苏妈的表现，他的眼光是非常独特的。首先，他把很多的精力和扩展，并没有扩展到比如说显卡和这个 revenue 这个 client revenue， 而是放到数据中心业务。不是说他没有去关注或者说照顾gaming revenue 这一块，而是说维持它这一块。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 5.6 个 billion 的营收，那么这里面是多少？这是一个3，对吧？这是 4.7， 然后 5.6， 那么后面又加上了304的收购，又有嵌入式的系统，那么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营收其中有 3.1 5.6 中 3.1 就超过了 60%， 将近不能叫超过 60%， 不到 60%， 50% 多已经是非个人 PC 这种业务，也就是跟经济相关相对弱一点的业务，就是 to B 这种比较多，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业务是非常喜欢的那随着我们如果进入了经济衰退，那么这个903其实大家知道买电脑，我们从买电脑的这种需求，从微软的这个需求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市场上对 PC 的需求是大幅的这么一个降低。那么嵌入式系统和其他的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看？那么就要看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还有说我们的服务器计算、云计算，那这些是不是需要特别多的一个增长？那么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在于我们的云计算是不是走弱了？从微软的一个现在大的云计算现在只有微软的这个地方公布的是去年仍然40%多这个云服务 Azure 的增长。那么在后面的话，它给出的预期是明年大约20%到30%的增长。那么如果明年微软的这个云的这个增长仍然适用于亚马逊、脸书和其他的云服务公司，那么对于 AMD 来说，至少我们看到就是它的数据中心业务的这个增长速度不会大幅放缓。当然不排除一会儿Lisa 或者苏妈在后面说大幅放缓了，那会影响咱们的股价。我再次重申一下，我们对于研报的，就或者说不是研报了，对于这个财报的一个理解，一定要本着一个对基本面分析的这种态度，而不是动不动就过来说什么你又打脸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看所谓的当时的一个涨跌。好，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它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给出重要的点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第一个时间看了这3个数字之后，我认为是稳了整个公司来说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后面的话就是要关注什么点呢？后面的话关注的就是这个公司给出我们对于下一年的一个这个营收的指引。那么我们可以看 Current Outlook， 它在这个季报的时候它就会写在里面这个跟微软特别不一样，微软的话是不跟你讲这个，所以它埋一个大雷在里面。那么这个的话，它就说，大家可以看到，就 fourth quarter of 2023， 它 expect revenue 是 5.3 个 billion。那我们再返回头来看，如果这个它的是 5.3 个 billion， 那么就会比2022年的第一个季度 5.89 billion 低。那么整个来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衰退，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预期是它是一个衰退。但是我想说的是，电话会议一定会有人问，就是半导体周期什么时候触底？那么一定他们会给出公司的一个预期。那么英特尔的那个回答是认为说，半导体的周期在今年的下半年就是进入今年下半年就要触底。那么大家知道，股票的价格会提前2个季度反应，那么意味着当下的任何的低点很有可能是半导体行业的低点。那么我们会拭目以待那么对于整体来说 AMD 很有可能已经走出了这个就是最困难的时刻，基本上就到了。我就不能说走出，就股价是提前于它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整个经济面两个季度左右。那么当下来说，对于 AMD 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它最困难的时刻。那么当一个公司进入它最困难的时刻，意味着它的股价将进入它的一个所谓低点那这就是我们股市和经济的一个关系，大家可以看以前我们的视频讲过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讲，就是说它是差不多就是5到 5.6之间。那么它仍然是看就是 client 和 gaming 呢，就是说继续的这个向低，然后呢就是会有一个增长。而且这个数字我特别喜欢这个数字特别喜欢是什么呢？就是它将维持 50% 的毛利率。那这个就是对于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的能力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就是回到它有一个仍然有50%这个 gross margin50%左右的这么一个盈利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说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盈利能力一直都维持在50%左右。那么我们可以说，那么苏妈这个对于整个公司的管理还是非常有效。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细节，那么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它这里面尤其数据中心业务，它给出了非常多的大的这个客户，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它的第4代的这个叫 Epic 的 CPU， 然后呢它是Powers 101 Supercomputers 这个 Top 500的 list 的 Supercomputer 里面，他们 Power 100多，也就是占有20%多的这个市场占有。那么它还有很长的路可走，加上英特尔最近实在是不争气，那么可以说那整个 AMD 的对于整个这个 AMD 在这个行业的前途我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具体的细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它 AMD 给出的一些他们的现在的一些发展，还有它所涉及的这些领域。我其实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我看 AMD 的财报是比较轻松的，没有那么辛苦像亚马逊那种的超级辛苦。那 AMD 写的也清楚，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业务也比较清晰。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估值。那么整个可以看到2022年的话，预期盈利是3.5块。那么它还有包括买304什么的这些。那么大约如果3.5块左右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你给20倍 PE 的话，它也值70。那现在价格就是在70多，那就是20来倍，也是20来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 Finviz 上看到它现在的 PE 差不多就是20多。那你现在 PE 偏高是因为那什么呢？就是你前人高，就是因为他买304，其中有一个季度他的就是 EPS 变成0了，所以他看起来这个 PE 是高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个 forward PE 应该只有20左右。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来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低估Morningstar 上这个地方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大约也在120左右，我觉得120是拦不住的。从长线投资的角度来说120这个位置是拦不住。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价格70多是几个季度以前那现在回到了2021年的这么一个价格。而2020年的时候，它的那个时候的走势和它这个公司所拥有的这个它所创造的财富和这公司的整体的这个估值是跟它完全现在没法比的。因为整个的 AMD 在这段时间都是走着就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增长。你可以看到2021年的话2021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 revenue 是差的非常多的。那么现在的价格跟它差不多。同时我想做的是一个就是说咱们做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除了 AMD 对自身的一个变化以外，我是非常乐观的。还有就是英特尔实在是不争气你不争气，所以呢没办法，那我们只能看多 AMD。那么对于现在从技术分析角度来说，我想跟大家讲，就这个位置上面对的是我们马上有很多的一个经济数据和一些市场上的一个环境不好。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不会在这里进行一个追高。如果它这个位置上我们环境确实稳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形成了一个对于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突破，咱们说W 底的也好，或者说这个一个底部形态的突破，那么我在这个底部形态突破了以后它做一个回踩的动作之后，我们再次做多也可以。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的突破的困难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如果出现一个下跌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情况，那么在任何情况下60以下，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认为都是一个投资的一个黄金的价格。因为它的目标120只是说是一个回到它应有的这么一个价值。那么它在增长几年如果你真的有耐心有时间的话，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前景。加上我们所看到像 ChatGPT 这些 AI 技术的一个增加，那么对于半导体是他们的一个载体或者说工具，那么整体上来说我还是长期是非常非常看好的。所以对于 AMD 来说，我可能会做弱择时，就是说我不会做的特别细做一个 trade， 而是说当它下跌的过程中，当它有了很好的机会，我就会在里面进行一个囤股。同时呢，在它下跌的过程中，
我也会有做一个长期，比如说100啊，或者是90左右的这种做一个长期，比如说2025年的 Leap Call 来去做。那么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准备就看这个财报了看那个电话会议，我们再来听一听它后面还有什么亮点或者什么雷在里面。但是就以当下数据来看 ，AMD 的走势和 AMD 当下的环境来看，那么 AMD 仍然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投资对象。好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